也许碎片才能让回忆展颜，何妨此花拼凑明天？谁带我寻获幸福的梦，却自己迷中困锁？谁为我留下缱绻的天涯？心无石墨顽强，思念如烟，它飞舞舌尖。若是真爱配着几分苦甜，一念婆娑，时间里推磨，追随到何处才结果？烟雾正现，在晴空风边，肌肤女后将眼泪坠点，誓言斑驳，请我自是经过，风雨中且让我一步而挪。阿公菜别怕歹，无人吃，扛起来。周周，今天我们家有贵客，你再大呼小叫，我就打死你！我要走，月娘，月娘，走！阿顺，别这样，别这样啊！大傻，你怎么把他打成这个样子啊？那不是我打的，他来的时候已经是这个样子了。你又被流氓欺负了。月娘，我唱歌给你听，阿公菜别怕歹。你唱的很好听，给你试。好，好了，走了，走。大傻，大傻。好了。叶大章，大傻的头受伤，流血不止，他的脚又红又肿，快给他看看。有没有钱呢？没有。哼，你这个小娘惹真不懂事，没有钱就别做好人啦。他这样流血会死的。哪天不会死人呢？哎，起来，我要收单了。坐下。起来。坐下。哎，你这小娘惹！你这臭爹的，身为医师却见死不救。哼，你骂吧，反正有钱我就医，没钱顾自己。你。这个先押给你，我再拿钱来赎。坐下。哎，小娘惹啊，我不是说你不应该做好人，可是你今天医了他，明天他又被打了，你帮他能帮到什么时候呢？真是。叶大章说的也有道理，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。你昨天说今天，今天说明天，你耍老子是吗？啊？没有了，还敢说没有？大傻迟早会被这些家伙打死。还我鸡汤。怎么又是你啊？我帮我家少爷出来买烟呢。家里在请长桌宴，上下都忙成一团，你就出来逛街。谁说我逛街了？你走来走去不是逛街是什么？你管不着。一路走一路还自言自语，我站在你旁边，你还不知道，是不是有什么事啊？都说你管不着了。告诉我吧，或者我可以帮你呢。你怎么那么啰嗦啊？好了，不说了。哎，我的手表呢？你的手表？这里有5块，够赔你的鸡汤了吧？你的表？你不是拿去当了吧？不是，不过也差不多。什么？你不要那么大声行不行？那只表是我家少爷的。你偷了
了你少爷的表啊？什么偷啊？有人送这只表给我少爷，然后他又放在车上，我一时好奇就拿来戴啊。你这个人就会做这些偷鸡摸狗的事。什么偷鸡摸狗？我当不了少爷，过过少爷瘾也不可以啊。哎，你别说啊，很多人说啊，我这个样子很像大少爷的。你像大少爷？怎么样，像不像？我看你像大骗子还差不多。你，来，收保护费，收保护费。有了，什么有了？我看你那么阴险狡猾，就让你做一次好事积积德。你把车开过来。啊？这什么这那的？你到底是不是男人？这也怕，那也怕。样行吗？你别太高估他们了，不过是2个没脑的无赖罢了。你照我的话去做，准行。你到底干不干啊？不干就别想拿回那只表。原来你们在这里，哎，小娘儿，你找我们了哈？是不是想陪我们喝咖啡啊？死到临头还在这里耀武扬威。2个无赖，差点把大傻打死。我已经报警抓你们了，警察马上就来。警察？大狗强正在跟我们龙哥喝咖啡呢。大狗强算什么东西？有个从新加坡来的钦差大臣，他比什么大狗强厉害多了。钦差大臣，这里啊，这里啊，他来了！你们2个流氓，不要跑！怎样？像不像？钦差大人，就是他们这2个流氓打人、收保护费、胡作非为，无恶不作。走。你们2个过来。认识我吧？那就让我来做自我介绍。本人刚接获警察总长的指令，从新加坡调来马六甲，负责维持治安的任务。战争刚结束，很多地方就变成无政府状态，地痞流氓横行霸道，目无王法，啊，把自己当成政府。现在英国人回来了，不再是无政府了，你们呢，也不可以再当土霸王了，想干什么就干什么，想打人就打人，想欺负人就欺负人，那是触犯法律的。根据大英帝国的法律，所有触犯法律的人都会被提控、被逮捕，罪名一旦成立，就会被判坐牢。他到底想干什么？我是职责所在，要奉劝你们好好做人，要奉公守法。所以接下来呢，你们就不要再惹什么麻烦了。你们惹麻烦呢，就是给这位小姑娘惹麻烦；给这位小姑娘惹麻烦，就是给我惹麻烦；给我惹麻烦呢，那你就很麻烦了，知道吗？喂，你们明不明白我在讲什么？我不明白，我也是。我讲这么清楚，你们还不明白啊？就是因为你说的太清楚了，所以我们才不明白啊。真的警察什么都不说的吗？那他说了那么多，就不是真警察。你是警察的话，我就是总督啊。喂，还我机场，你这么没有义气啊！喂，还我机场，你这么
本没有印象，你还想跑？果然是假的啊！他们不会跟来了。我的鞋，鞋？哇，好漂亮的鞋子啊！当然漂亮了，是我娘绣的。怪不得那么珍惜。那，干嘛嫌我屁股臭啊？是啊。叫你吓唬吓唬他们就走，你却长篇大论没完没了，不让他们看出破绽才怪。那些话都是讲来吓唬他们的。你说的都是废话。废话，那可是我家少爷说过的。人家说你就学。我家少爷从英国念书回来，他说的话当然有道理啊。他是什么身份，你又是什么身份？我知道，我只是个司机，穿起龙袍不像皇帝。知道就好。所以呢，你看不起我？我可没那么说。大少爷又怎么样？千金小姐又怎么样？还不是一样，两只手、两只脚、一个头。你干嘛要学做什么大少爷？当回自己不好吗？干嘛不说话？我在想。想什么？我在想，你说的话太有道理。原来女人不止长得漂亮，还很有见地。干嘛不说话？别扭啊！赞美你，你还别扭？谁要你这个臭人赞美啊？停车！怎么了？去把你的表拿回来，还有把那5块钱给我。算了吧，你回去再遇上那2个坏蛋，那就麻烦了。你不担心你家少爷发现，叫你滚蛋？当然担心啊。可是你的安全比较重要。废话！停车！停车啊！还我鸡汤！还我鸡汤！希儿，你放心吧。菊香，难道她是那贱女人的女儿？他们怎么会在一起？祸胎！前面有人比我们快走，是吗？黑叶嫂，发生什么事啊？哦，跌打仗和刘一刀比武。比武？是啊。为什么？哦，刘一刀说跌打仗没有他娘的病，要来讨回钱，跌打仗不给，所以就比武喽。刘一刀一拳。黑叶嫂，你干什么？下注喽！我买刘一刀一拳就打倒跌打仗。一拳？怎么可能？你不知道啊？
鱼一刀，杀猪是一刀，打人是一拳。铁打章是少林弟子嘞，少林寺啊，你有没有听过？没有，我就是要买刘一刀。跌打仗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我只是一时大意。没事就好，我来赎回我的表。铁打章说我打赢了他，这表就是我的。我用钱来跟你赎，5块钱。我给铁打章10块钱，依我阿娘。跌打仗治病只需要5毛，我给你5块，已经是10倍了。我给铁打章10块钱，依我阿娘。刘一刀，表不是我的，如果不还给人家，会害死人的。我给铁打章10块钱，依我阿娘。刘一刀，刘一刀。它的主人如果发现手表不见了，他要怎么交代？我不能害他，得快设法凑足另外5块钱才行。把娘娘留下来的首饰拿去当了吧？不，那2样首饰是妈妈留给娘娘的，即使在生活最艰难的时候，娘娘都没当掉，我怎么能？怎么办呢？你跑哪里去了？我出去办点事。阿桃没告诉你，我妈今天不许你踏出那房间半步吗？他告诉我了。那你是不把我妈的话放在心上了？我是谁让你出来的？是谁让你那么多事，帮玉柱煮什么黑果焖鸡的？不要脸的东西！看着我干什么？我骂你不要脸有错啊？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。你知道玉珠的思想简单，就利用她，希望她在老太太面前提起你，好让老太太认识你这个骚货生的小贱货。你说什么？我骂错了吗？这里谁不知道你妈妈是个骚货，就会勾搭主人？你丫更不要脸，跟野男人跑了。你呢，光天化日，说跑就跑，不是做什么偷鸡摸狗的事，会是干什么？老骚货生小骚货。
井里了，我们快救他！留他不得。大小姐，干什么？快救我！大小姐，你干什么？快救我！大小姐，还不放手！救我！救我！救人呐！救人呐！快救我！ 你什么都不知道，明白了吗？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 去了。慢用啊！老太太还合你的胃口吧？嗯，很好。 那你就多吃一点啊！好好好。怎么了？没什么。来，给老太太夹菜啊。哦。周周，
多吃一点。乖乖。不知道还我鸡汤回来了吗？万一他再遇到那些流氓，那就不堪设想了。还我鸡汤！还我鸡汤！难道真的出事了？哇，好漂亮的鞋子啊！当然漂亮了，是我娘绣的。他的鞋怎么会在这里？救我！还我鸡汤！还我鸡汤！快救我！救我！还我鸡汤！是不是有人啊？你再坚持一会儿啊！救命啊！来人啊！有人落井了！救命啊！有人落井了！救命啊！来人啊！有人落井了！有人落井了！谁呀？好像是陈少爷。是啊！陈少爷，陈少爷，陈少爷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我听到陈少爷喊有人落井，我跑来一看，陈少爷已经在井里了。那你们还站在这里干嘛？还不快点下去救人！下去必死无疑啊！谁要是敢下去，那就重重有赏。是啊，快点下去，快点下去！亲家，师爷从小就学会游泳，他的泳术不错。你听到他喊有人落井？是啊。那他应该下去救人了。喂，你怎么样了？啊？喂，陈少爷，是陈少爷，是快拉我们上去啊！快，把他拉上来！好啊！喂，拉他的手！啊，拉他的手！月丽小姐。
小心，小心点！快点拿那血毛巾！玉兰小姐，玉兰小姐，快救他！快救他！来，快点让他。玉兰小姐，他怎么样了？他怎么样了？他还有脉搏，哎呀，心跳心跳，可是他的脉搏很弱，我几乎感觉不到了，得马上急救，马上急救！怎么救啊？怎么救啊？我不知道，我没有碰过。你知道的怎么救啊？二小姐，你快说，迟来就来不及了。我记不起来了，我什么都记不起来。玉珠，你别紧张。你告诉我，你先吸一口气，先深吸一口气，先呼吸一口气。你告诉我，当有人溺水的时候，第一件事要做什么？要插他的喉咙，看有没有东西堵住。你告诉我，我来做。啊！一只手托住他的后颈，然后另外一只手把他的额头往下压，然后张开他的嘴巴，看里面有没有东西。我这有一些水草。然后把他的头转到一边，把水草拿出来。要把他肚子里的水清掉。怎么清啊？快点把他拉下来，放平，然后压他的肚子，压他的肚子，这样压。月娘，是啊，妈妈，希儿没事，先喝点热茶。我要见希儿，我要见希儿。老太太，希儿没事，她没事了。是啊，她不是掉下井，她是下井去救人，现在出来了，好端端的，没事。真的？你们没有骗我？没骗你，希儿啊，英勇得很呐。有个佣人掉下井里，希儿竟然奋不顾身的下井救人。现在那个佣人已经被救上来了。大圣爷保佑，大圣爷保佑啊！那小野种怎么会掉进井里的？我也不太清楚。我刚才去看了一下，他的命是被救回来了，可是整个人变得迷迷糊糊的，不会说话，也不会认人。我再下去看一下。妈，我有事要跟你说。哎呀，你没看到我很忙吗？有什么事直接再说吧啊！不行啊，妈，我这次麻烦大了。月娘她，有什么事，进房再说。我只是想要教训她，谁想到她竟然拿水来泼我，一气之下我就推了她一把，没想到她就这样掉进井里了。你呀，让她说。我本来想要救她的，可是姑姑她怎么了？是我叫珍珠别理他，让那个小叶总给淹死的。他早就该死了，10年前他就应该死了。他是个祸根，和他的娘一样，害我这么多年来生不如生，死不如死。为什么你们还要收留他？他会害得我们皇家不得安宁的。既然当年海水没有把他给淹死，现在就让井水来淹死他。美玉，别再说了。娘，他看见了，他看见我和你把他和他的娘。我说别再说了。
真的死了，那也就算了。可是他非但没死，还鬼使神差的让希儿给救活了。现在连亲家翁陈老太都被惊动了。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别让那小野种乱说话，万一传到老太太的耳里，那珍珠要进陈家就没指望了。啊，妈，那怎么办？怎么办啊？你不要再吵了。小凤。少奶奶，月娘怎么叫也叫不醒啊！她的魂一定是飞上天了。人好好的，你们胡说八道些什么？都给我出去！哦。希儿，你走走啊！听说你落井了，吓得晕倒了，到现在啊还在头晕目眩的，下不了床。你快去看他吧。哦，要快点送他去医院。医院离这里很远呐。我有车，我可以送的。有车也没用啊！前2天场大雨啊，山路给塌了，车子根本过不去啊。这里附近有医生，我已经派人去叫了。你快去吧，免得让你周周担心。晨曦，你放心吧，我会守着他的。好吧，我先走了。月亮，月亮，少奶奶，医生几时会到？3更半夜，去哪里找医生啊？可是你刚才说，那你要我说什么？妈，月亮的情况真的是很不好啊。你现在很厉害，真的以为自己是医生吗？我真的不该相信那个洋婆玛利亚的话，让你去参加什么红十字会的。这里没你的事了，给我回房去。妈，还不去？小姐，你看这月娘，要是还不走？小姐，如果月娘有什么动静，我马上找你。你谁也别给我找！少奶奶，人命关天呐！什么人命关天？少奶奶，她谁也不认得，话也没有说一句，看了眼又闭上了，就再也没有睁开过了。她只是受了惊吓，真的大惊小怪吗？就算真的是救不活，那也是她自找的。少奶奶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好端端的一个人，怎么会掉下井呢？他分明是在选这个时候大闹一场，让人家知道我们在刻薄他们祖孙俩。不会的，不会的，月亮小姐不会这么做的。难道是有人把他推下井不成？给我好好看着他，能认人，能说话，马上告诉我。是少奶奶。还有，给我记住，该说的话少说，不该说的话，你连屁也别给我放一声，知道吗？知道了。月亮小姐，月亮小姐，月亮小姐，你说说话，我是头姐啊，月亮小姐。卓卓，对不起啊，让你担心了。不怪你，不怪你，是卓卓老了，一倒下来呀就起不来了。妈妈，
你身体好得很呐，只要休息1-2天就没事了。是啊，妈妈，你就在这里静养几天，等身体好些，我才来接你。姐姐，今天晚上我留下来陪卓卓吧。希儿，你还要帮着你姐姐做生意的，我留下来陪你卓卓就行了。哎呀，是啊，姐儿，生意重要，别为了我耽误了正事。回去帮你姐姐吧。明天一早还要跟英国人开会，今晚我们得赶回新加坡了。哎呀，怎么盖了那么多张被，还是冷冰冰的？哎呀，月娘小姐啊，你是不是很冷啊？少爷，他怎么样了？医生来过了吗？该说的话少说，不该说的话，你连屁也别给我放一声。医生到底来过了没有？医生，哎呀，陈少爷，医生他刚走了。少爷，你不是煮了姜汤吗？赶快去拿来给他喝。哦。医生说啊，他是受了惊吓，不碍事的。可不可以进去看看他？希儿，你的身体真好，对一个下人你这么关心。不过医生刚给他打了针，他已经睡着了，而且医生说要脱了他的衣服让他睡，这样子啊身体才会保暖，所以不太方便啊。那我就不打扰了。我听说你们要赶夜路回新加坡。是啊。那路上小心啦。真的是不好意思，好好的常作业，中途却发生这种事，伤了大家的心，容我改次再请啊。亲家千万别这么说，事发突然，谁也无法意料，没有人命伤亡，那是不幸中的大幸。妈妈就拜托你们了。放心放心，老太太有我们照顾，亲家你不用牵挂。是啊，您放心吧。不过关于这资金周转的事情，放心，我回去之后会尽快处理的。真的是感激不尽，感激不尽啊！伯伯，晨曦哥，晚上天冷，我煮了点姜汤，你们喝了暖暖身子再走吧。谢谢。谢谢你。不，该谢的人是你。不，是你。是你。好啦，你们2个来日方长，还怕没有机会你你我我的吗？再见。啊，再见。再见。慢走。来，我送你出去，谢谢。照片斑驳的天津时段，随记忆回温，人工上色的一个转身，比时间永恒。月光用坚定口吻说真爱，值得用一生去等。过程中的伤痕，只要一个眼神就能抚平心疼。一次
是认真，只